各位朋友，有网友给我说，浩哥，你确实是油管的第一不能惹的人啊！你是说谁谁进去，瞪谁谁怀孕呐！从郭文贵一直到护陈峰，这几年我见证了无数的例子，被你点过名的人全完蛋了。因为前两天我点名了中国的有一个鸡血娘们儿叫吃瓜盟主的啊，他呢这个挑动民族对立啊，有人说他不是这个批判满族，他是批判满清。我没有仔细研究过他说了些什么，但是他起到的客观的效果就是制造了满汉的对立。我不一直给大伙说吗？中华民族就是一个融合的大家庭，没有纯种的汉人，也没有什么纯种的这个新疆人啊，什么回族啊，全都是经过几千年的这个文化的大融合啊，在中华的土地上的中华民族。我在若干年前，我刚出道的时候，我就建议中国政府把这个身份证上的民族全部都取消，把所谓的民族自治区全部都撤销，因为那是在建国之初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一个历史的产物，到现在已经不符合中国发展的现实了，所以把这个民族和自治区全部都取消。我在7、8年前我就提出了这个观点所以说这个吃瓜的娘们儿制造满汉对立，这是一个非常恶劣的行为，实际上它的危害不亚于护陈峰为什么这么说呢？你听说过维吾尔族和汉族有矛盾，他们搞独立？你听说过回族因为所谓的伊斯兰信仰一些极端的和汉族搞对立，对吧？你听说过满族和汉族搞过对立吗？吃瓜娘们儿及一群社会最底层的那些极端的所谓的黄汉，竟然制造出来说满族要复辟，要在中国建国。这些人是疯子我不是说过吗？一个人得有多低级才能说把自己的民族拿出来当个炫耀的资本呢？因为除了这个以外他什么都没有了，他家那个炕上除了他娘以外，以后不可能有别的娘们儿，都是这种社会最底层的废物。让我说就是废物，制造民族对立的全是废物我说完了以后吧，今天有粉丝说，浩哥，说我鸡皮疙瘩起来了。你说完了这个吃瓜娘们之后，沈毅教授也出来说了沈毅当然他不能说的这么直白，因为他在国内的媒体上还有他的这种身份，他不能说的太直白沈毅说的那是非常的有深度，而且呢，沈毅教授说了，这些极端的黄汉们有可能是拿着日本外务省的钱的间谍反贼，吃瓜娘们现在正在瑟瑟发抖中。好吧，也有一些脑子不太清楚的这些人过来问说，你看不见那些满族的遗老遗少拍的那些清宫辫子戏是有可能有满族的这些文艺界的人或者说是企业家拍了一些清宫戏，又能说明什么呢？那点辫子戏就能够颠覆这个中国的根基吗？就能够复辟满族吗？再说了，其实很多的满族也都是混血的，也不知道混了几锅了知道吗？而且这个晚清腐朽黑暗是中国近100年的耻辱，没有一个爱国的满族否认这个事儿一直说嘛，对吧？所以说满族的这个后裔叫满夷，这就是制造民族对立
知道吧？所以说你看，沈毅身为一个汉族，但是呢，他也看出来了这群极端的黄汉不是什么好兵，有可能就是日本的反贼。汉末三国各家纷纷扰扰，终被司马家窃取了成果。辛亥革命前赴后继，抛头颅洒热血，终被袁世凯北洋政府窃取了成果。就连台湾内部反白色恐怖的努力，也被台独日杂窃取了成果。大陆推进祖国统一的进程的努力，会不会被某些有什么样的势力窃取部分成果呢？警惕《红楼梦》枪容得天下的故事。这事我不想谈的，但是这里面有几个问题。首先，中国跟中国不是中国，不是同一个中国。什么意思？就是在18、19世纪整个国际体系进入民族国家之前和之后，所谓国家的概念，尤其是在中国这个问题上，不是同一回事儿，这是一个。第二，在所有跟台湾相关的问题上，史观、历史观很重要。这个历史观的特点是什么？就是中国的发展是不能套用别的国家的史观对我们的历史进行一遍重新解读的。我说的再直白一点，你不能拿18、19世纪日本人、美国人或者什么人发明出来的那套基于民族国家的历史观，然后把中国从汉唐以来的历史重新解读一遍。能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说我们的那个王朝兴替，中国内部的这个纷纷扰扰的变化，它不是欧美国家民族国家相互之间搞来搞去的那一套，也不是欧美那些国家在民族国家向外扩张的时候去搞那种内外殖民的那一套，它不是同一种东西，它不适用，用了会坏肚子的，会闹肚子，然后造成历史虚无主义，整个历史就会荒掉的。这是第二点。第三个，具体到这段历史上，很简单，现在我们面临3种，我说过了3种标志性的错误史观的侵扰。一种叫内外亚史观。内外亚史观，你一听到有人讲内亚外亚这种概念的话，我就告诉你，当初有人把这个史观发明出来，这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学术研究，都是服务于政治需求的历史学说，或者说某种程度就是伪史，或者说是伪学说。内外亚史观要告诉的说的一个观点，核心观点就是长城以内的是你中国人的，长城以外不是你中国人的。长城以北、长城以西都是大家可以抢的，明白了吗？第二个就是所谓的明清非中国，这个元清非中国，满蒙非中华论，就京都史学派那帮人搞的事儿。那帮人讲的东西是什么？那帮人讲的东西是服务于20世纪日本走上帝国主义、军国主义道路之后，对中国进行系统性的领土吞噬所需要的历史学说。20世纪日本对中国的这个东西是绝对不可以进行和中国内部历史的比较的。为什么？就是苹果是不能跟水果比的，虽然都有个果子，它不是同一种东西，性质是完全不一样的。日本对我们的亡国灭种，它是一个自带的独立的文化体系的一个主权民族国家，然后进来之后吃我们的领土，然后要为吃掉我们的领土去编造了一些学说，然后说你们历史上都是这样的，然后我们就是顺着你的历史上来的。然后它的特点是什么？它就会告诉你，中国历史上的那些不是汉族人建立的那些政权都不是中国。也就是说，那套史观的核心是把中国窄化为汉族政权，然后就说你中国的历史是不连续的，然后你的历史上面的所形成的一些土地不可以用中国的自古以来的历史主张权限去进行主权主张。他给你套用什么殖民啊、征服那些理论，然后给你拿一堆西方国际法过来，然后把你整个都切得七零八落。然后他的论述是为了满足那个目的，对历史进行了完整的虚假论述，这个是有过被批驳的对象的。然后第三个就是美国学者1920年代拉铁摩尔他们那帮人讲的，
就是在内外亚史观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新清史，就是对清朝这个王朝的这个定义。为什么？因为当时列强打交的对象就是清朝呀。1841年开始列强过来跟他打交道了，然后后面的这个中华民国就辛亥革命以后，然后在后面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是从这条线最近的系统性传承下来的。然后在这条线上他要搞你的地，首先就要对你的中国进行再解释，这就是新清史。新清史对于美国来讲，20世纪80、90年代冷战结束以后那段时期用来干嘛？用西方的民族主义理论框架，单一民族建立单一民族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用这套东西去瓦解多元大一统国家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性。把民族主义变成了民族分裂主义和民族分离主义。我说的够清楚了吧？然后在中国自身历史的评价上，评价中国的历史，现在很多人不是讲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吗？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从中国的主体性出发，从中国自身独特的历史演进性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具体事件具体分析，做不到吗？动不动就拿什么？动不动就拿历史上的这个碎片，然后搞的一些非此即彼的这些比较呀。我现在就说清朝收复台湾这件事儿，对中国维护中国领土和主权完整这件事情，在今天的借鉴意义不行吗？对啊，郑成功，各位，赖清德有过被台办批判过的10大谬论。10大谬论批判的时候，这个赖清德的10个错误，国台办这边是1、2、3、4、5、6、7、8、9、10这样下来的。中间郑成功收复台湾的历史定位是很清楚的，清朝收复台湾的历史定位也是很清楚的。你在那跟我搞，把中国当时国内历史的这个不同政权之间的这样一种关系，在中国历史进程中的关系，把它对应成今天台独要搞的主权国家之间的这种关系，去分裂中国主权，你脑子清楚吗你？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你可以批呀，你换地儿批去呀，你非要在这个事情上死咬，为什么？你就要在收台湾这件事情上死咬，为什么？你要么就是情绪非常上头被人利用了，你要么就是见不得收台湾这件事儿，找了一堆理由，你自己2选1。大多数人，我在网上这2天因为之前吵得非常凶，我跟一个人后来聊，我们私信聊到最后，他群众就说，简单来说他不喜欢清朝，行啊，没问题啊，你可以批啊，但收台湾这件事情不要去批评。而且收台湾这件事情当中，对于这件事情当中各色人等他所起的作用，你不要混着来行不行？你不要走那种儿子英雄儿好汉这种路线行不行啊？因为郑克爽的爷爷是郑成功，所以郑克爽一定是都对的，这个思路不对吧？非要在那扯这些事情干嘛呢？现在很简单，就是自古以来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然后中国历史上对台湾行使主权收复台湾的事件有几次，每次是谁做的，这些事情是今天我们通过历史依据对台湾主权主张的系统性的支撑部分，这个你接受不来，你非要把这块踢掉，为什么？我们讲的是领土和主权完整的事情，不涉及民族与民族之间的问题。因为你要讨论民族的问题，所以你把领土跟主权扔掉了。最喜欢看到这种事情发生的是谁？是日本啊。日本扔一堆什么崖山之后无中华，什么元清非中华，满蒙，弄着就变成满蒙非中国啦。人家缠着你的地呢，要把这块地从你家割出去，然后骗了一堆理由忽悠你自己去闹，你还真上当呀。而且这事情很难想明白吗？
不是很难想明白的。澎湖海战这个电影的预告片出来的时候，我没有想到会引起这么大家的反对跟反抗，到最后您知道吗？已经变成了各个社交媒体的一个标签化了，叫做抵制观看澎湖海战。我就在想说，这个背后应该还是有一些势力在推动吧，不然它很难有生存空间，变成一个标签化的世界。既然已经说到这份上了，我再跟你说，这里面还有一些人是什么，你知道吗？还有些人他就说，我第一个，我认为这个是中国的，是统一，我不否认。第二个，我就不希望看到这个，我就不希望看这个片子。你仔细去挖这些人都是挖着，到最后你知道是什么？你知道吗？他们希望某种政治势力从台湾岛内带着三民主义，然后一下子建立一个统一的，包括台湾在内的中国，然后是走纯血汉族路线的。这是一个被称之为果粉的特殊群体。我说的够直白了吧？民国粉。我说的够直白了吧？然后从日本的方向上来看，日本曾经有一段时间对晚清时期的这个在中国搞各色革命的人非常的支持，包括有人曾经在这个日本占据台湾时期，在那个日本在台湾的总督府里面去指挥在大陆的起义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他们特别喜欢一句口号叫驱逐大陆，然后呢变成汉人18省，就我资助你了之后，你就剩下这汉人18省，然后外面都是我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后来就要走五族共和。但是五族共和里面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其他的几族跟汉族的关系究竟是什么？你需不需要在中国建立一个像西方一样的单一民族国家，然后就是用汉族去吃掉其他所有的国家？你如果是走这个路线的，比如说后来的某个运输大队长，你在中国遇到的问题就是在边疆地区面对这种中国的这种少数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这样一些局面，你对边疆地区的控制一定会出现问题。你只有走多民族融合路线，说白了，你要构建中华民族的这种国族认同，构建这种国族认同来顺应什么？来顺应多民族融合的这种中国的特点，你不能照搬西方的民族主义过来。你一旦照搬西方的民族主义过来，你就会出问题。同时，我在这边也直白的跟大家讲，为什么很长一段时间，包括现在中国主流的宣传媒体和官方口径里面，我们一般不怎么使用民族主义的这种口径去进行讨论问题，我们讲爱国主义。对，原因就在这儿。在单一民族构建的单一民族主权的民族国家里面，民族主义跟爱国主义可以严格划等号，或者说可以大致画上一个很强的等号。但是对于多民族融合国家来说，爱国主义这玩意儿它是要覆盖所有民族身份认同的。这个东西没什么所谓科学道理可讲，它就是个历史形成的东西。然后中国在这个问题上它是有特殊性的。你如果真的要进来，那这就是再往前延伸是什么？就是在相关的理论和学科上要构建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和知识体系，去解释中国的现实。你不能直接搬一个概念过来往上一套一出事儿呀。新清史就是最经典的呀，你套着套着发现不对了呀。为什么？因为冷战结束以后，新清史这些东西直接就服务于美国支持在我们新疆的三股势力，直接就往上放呀。西藏也是一样呀，所有的这种边疆地区有少数民族聚居的，他用那套内外亚征服理论直接往上砰一放，然后就说你历史上就是一个叉叉叉叉叉什么，然后现在你们这些人就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我就鼓励跟支持。不但在当地把它煽动起来了，而且把外部以美国、日本这些国家对中国内部的这种势力的插手包装成了西方框架上能够接受的那种正义的行为，我在扶持和帮助弱势民族和弱势群体。你要用我来，你要用啊。
你用到最后，你要么自乱阵脚，要么就是给别人把你搞得遍体鳞伤，何必呢？而且很多人还是觉得一腔热血，觉得我是为这个国家好啊。对，这种最可怕。这个就很难，很无语啊！就是你多看点书好不啦？多看点书好不啦？对于历史的宏观的脉络，有真正意义上的理解，你至少能知道，当中国在没有就是1840年之前没有和西方那个主权国家构成的民族体系那个国际体系融入，以一种相对独立，因为早先人类社会的这个国际社会的状态和我们现在是不一样的呀。它没有一套所谓的这样一个全球秩序，各个地方的人是自己进化出一套区域性的文化、文明、政治体系、政治制度和这个行为体之间交往的模式的呀。是后来在西方就是资本主义去推动一个全球大市场的过程当中，它在征服全球的这个过程当中，它构建了这个不仅是一个政治上的体系，它还要在文化和思想上用它的社会科学理论和知识体系去支撑它这个西方中心主义的体系啊。那现在就是很明显，就是我们现在要建立出我们自己的一套东西，至少确保我们家自己的历史不能按照他那个解释来，然后把自己给玩碎了呀。沈毅果然是一个智慧的学者，一眼就看出来了这些极端黄汉们包藏的祸心，否认中国的正史，制造民族分裂和对立。这些人有一部分是底层的愚民啊，确实是属于那种智商不在线的被利用的那些鸡血二极管。但是这里边有没有日本外务省资助的间谍呢？这几个代表人物是不是该查一查了呢？有没有这个必要呢？还有一些我看到我的视频底下来这个留言的一些极端的黄汉，说你说中国是继承了清朝的版图，那我们在汉唐的时候版图还大呢。他问题是汉唐的时候版图有没有清朝大他都不知道。再加上清朝丢掉的那个150多万平方公里的西伯利亚的话，还是清朝时期是中国的版图最大的时期吧。再说了，你去继承汉唐的版图去隔着他妈的2-3千年，你怎么继承啊？中国继承的就是清朝的版图，这是历史事实。你去纠结这个，你说他们的脑子是不是有病啊？有些人是蠢，但是有些人是坏，所以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我说完了之后，沈毅出来说完了以后，看着吧，吃瓜盟主这个娘们儿，兔子尾巴长不了了，没几天蹦那头了就像那个护尘风一样。我们走着瞧吧，点个订阅，下集再聊。